第18课：科学方法与信仰方法的异同。曾经有一个记者做了一项奇特的实验，他写了一封信给宇宙，大意是这样：亲爱的宇宙，我最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，如果你有在听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请给我一个明显的回应，哪怕是一个红色的气球飞过窗外也好。他每天都照样上班、吃饭、处理事情，但也每天等着宇宙的红色气球。1周后，他宣布没有回应，所以宇宙不存在。这个故事被网友疯狂转发，很多人点赞留言说，我也试过，没有用，没有人在听。你可能笑了或摇头，但这个实验无论多么天真，其实揭开了现代人最根本的矛盾。我们希望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一个非科学的存在，但如果信仰的世界与科学的世界根本运作逻辑就不同，那么这样的期待是否早已注定失败？现代人的隐性逻辑，我看见了，所以我相信。我们从小学会科学的语言，观察、假设、实验、验证、结论。这套方法让我们认识万物，预测天气，制造飞机，设计 App， 甚至追踪病毒的传播路径。这种方法有一种逻辑，可测量的才是真实的，能复制的才值得相信。这种逻辑帮助我们破解许多迷信，也让人们越来越相信理性、数据、证据，而这本没错。但问题来了，当我们将这套方法全然套用到信仰上，就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期待。如果神真的存在，就该像实验一样重复显灵给我看。他为什么不配合？我们开始期待神像显微镜下一只细菌，或像程式里一行指令，可以控制、证明、分析。而当神没有依我们的方式出现，我们就说，那它不存在。可是真理的标准难道只能是科学的方法吗？什么是科学的方法？它很厉害，但也有限。让我们先认识一下科学方法的流程。1. 观察。某天你发现一盆植物长得比另一盆快。2. 提出假设，是否跟阳光有关？ 3. 实验设计，放一盆在阳光下，一盆在阴影中。 4. 收集资料，记录每天的生长高度。 5. 分析与结论，阳光下那盆长得快，假设成立。 6. 可重复验证，别人做同样实验也得到相同结果。这就是科学的核心精神：可观察、可测量、可重复、可验证。它对物理现象、化学反应、数学计算等可量化的世界非常有效，但对那些不可量化的部分呢？你怎么衡量爱情？你怎么测量梦想？你怎么用科学仪器验证正义或善良？我们不是说这些不存在，而是它们超越了科学可以处理的范围。信仰的方法不是悬浮，不是非理性，而是另一种接近真理的路。在基督信仰中，信仰的方法并不排斥理性，但它运作的方法和科学不同。我们来看看几个属灵的方法。1. 默想。这不是冥想放空，而是对神的话语反复思考。例如诗篇说，我昼夜
思想你的话语，如树栽在溪水旁。默想的核心是沉淀，而非实验，是内在对真理的回应，而不是外在的可测量数据。2、祷告。祷告不是对着天花板讲话，而是一种关系的交流。你无法证明你在讲电话时对方一定存在，但你听见回应，就知道有那个人。祷告是一种信任的行动，像小孩向父亲说话，不一定每句都得马上得到可观测的结果。3、信靠。这不是盲目相信，而是在有足够理由信任的基础上做出选择。比如你坐飞机，不会每次都去检查机师执照和引擎构造，但你依然选择相信它会安全降落。信仰也一样，是在足够的证据与深层的关系体验中做出一个持续的决定。现代生活中2种方法其实并存无碍，让我们看看一个你我都熟悉的例子：医学。当你身体不适去看医生，医生会怎样做？1、用科学方法分析，验血、照 X 光、做断层扫描。2、同时他也可能问你，最近压力大吗？失眠吗？情绪如何？前者是科学方法，后者则接近信仰或心理方法，从不可见的因素去理解症状。再看另一个场景，失恋，你可以去分析对方的讯息频率、聊天用语，甚至行为反应，试图用逻辑解释发生了什么，但最后让你走出来的往往不是数据，而是你朋友陪你走一段路，一首诗或一句话打动你，你开始学习放下，并相信未来还有爱。这些都不是科学可以解释的，却真实发生。你若不先相信，就永远无法验证。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：神不会成为你实验桌上的标本，让你拿显微镜检查。神是一位人际性的存在，它不是现象，也不是力量，更不是方程式，而是一位有意志的神。想象一下，你想认识一位陌生人，你不能对他做实验，而是得邀请他进入关系，而当他愿意回应你，你才能真正验证他是谁。所以信仰的方法不是抛弃理性，而是从关系出发，从启示出发。科学说我看到，所以我相信；信仰说我相信，所以我看见。耶稣曾对多马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这不是要你盲信，而是说某些真实只能在你打开心进入关系后才会向你显明。科学与信仰不是对立，而是不同的窗户。想象你站在一栋大楼的顶楼，看着夕阳洒落城市，你用望远镜看，可以看到远方建筑的结构，你用肉眼看，可以欣赏整个光影，你用手机拍，可以捕捉一瞬间的颜色。这3种方式，哪一个错了？都没有，它们只是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件事。科学和信仰也一样，科学问，这是怎么发生的？信仰问，这背后有什么意义？科学给你说明，信仰给你方向。正如 C.S. 路易斯说过，我相信基督，就如我相信太阳升起，不只是因为我看见它，更因为借着它，我看见万物。结语，
两种工具，一个真理。你不需要在科学和信仰之间选边站，你只需要学习何时该用显微镜去分析，何时该用心灵去倾听。我们尊重科学的方法，因为它帮助我们理解世界。我们也敬畏信仰的方法，因为它帮助我们理解存在的意义。在这个理性与灵性并行的时代，我们不该只用一只眼看世界，而是学习用双眼看，用全人去活出真理。那么，当你下一次问，我怎么知道神存在？或许你不该只等待一个红色气球从窗外飘过，而是勇敢打开心，进入那段你从未想过的关系，去认识那位不愿成为你实验标本，而愿成为你朋友的神。